为詹姆斯中国行专门设计的 House of King James， 在这座房子里面都有什么珍贵的收藏？而在他们的背后又藏着什么故事与彩蛋？大家好，这里是 Telfair， 我们一起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如果你错过了这次位于上海的 House of King James， 你还是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看看这座詹皇之家。从2楼开始 ，House of King James 将詹姆斯的生涯分为3个篇章，23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配了一件专门设计的 T 恤，以及一双特别配色的勒布朗23。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故事与彩蛋吧。2002年，高2的詹姆斯带领圣文森特圣玛丽高中实现了2连冠的壮举，他成为俄亥俄州历史上第一位以高2身份荣膺 Mr. Basketball 州篮球先生称号的球员，同时也是首位以高2身份入选今日美国全美一阵的球员。2002年2月18日，年仅17岁的詹姆斯登上了 Sports Illustrated 体育画报的封面，体育画报直接为詹姆斯冠上 The Chosen One 天选之子的称号，并且大胆预测这个高中生将成为未来的 NBA 状元秀。之后，詹姆斯的高中比赛开始在全美转播，而他本人也自此与天选之子的称号紧密相连。除了 Upper Deck 的球星卡与高中时期的球衣，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就陈列了这一本2002年2月的体育画报。在这件 T 恤上，我们能看到詹姆斯最初的个人 logo， 而这一段高中的故事，最终也在2009年被做成了纪录片 More Than a Game。在这次 House of King James 的1楼，我们也能看到 More Than a Game 配色的 LeBron 7。2003年1月15日，勒布朗·詹姆斯正式宣布，他将跳过大学，直接参加当年的 NBA 选秀。消息一出，不仅各支球队争相角逐这位天选之子的归属，各大品牌也掀起了一场围绕詹姆斯代言合同的商业大战。最终，在2003年5月22日的 NBA 乐透抽签日，詹姆斯宣布与耐克签约。还未踏入 NBA 赛场的他，收获了一份7年9000万美元的天价合同。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就陈列了这张2003年5月23日勒布朗签约当天的报纸。除了这张报纸， House of King James 中还有这样一件 T 恤，T 恤上写着 shoe bag， 可是图案却是一个装满钱的 shoe box 鞋盒。在美国俚语中 bag 往往指的是钱袋， somebody got a bag 就是某人有钱了。每一年夏天，每当有 NBA 球员签下一份大合同，球员与媒体总会配上 bag 这个 emoji 表情。在这件 T 恤上还写着这样一句话， It's a long-term thing， 这是一份长期的事业。这句话一语成谶，22年后的今天，詹姆斯已经拿到了耐克的终身合约。而在这件 T 恤的背面涂掉了2个单词，我们应该不难猜出，就是 Adidas 和 Reebok。阿迪达斯早在詹姆斯高3的时候就派出副总 David Bond 来到詹姆斯家中拜访，而锐步不仅派出了詹姆斯的偶像艾弗森亲自游说，还给出了一份6年1亿美元的合同，外带1000万的签约奖金。但是最终詹姆斯还是拒绝了这1000万的支票，选择了耐克，这才有了后面的一切。2003年6月26日选秀日当天，詹姆斯、韦德、安东尼、波什等人齐聚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在众多天赋秉异的球员中，詹姆斯身穿白色西服，毫无悬念地当选了状元，回到了家乡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陈列着克利夫兰骑士队的三角旗、帽子与主场球衣，还有一张以选秀日当天定妆照为选图2003年元年的 Topps LeBron James Draft Pick 球星卡，以及同样以这张照片作为灵感的 T 恤。在选秀日之后的4个月，骑士队迎来了新赛季的首场常规赛，对手是连续2年常规赛胜率70%以上的西部劲旅，由阿德尔曼所带领的萨克拉门托国王队。而这场比赛也成为了勒布朗·詹姆斯的 NBA 首秀。首秀前，耐克专门为詹姆斯拍摄了一条经费爆炸的广告 Pressure， 而体育画报则再次将詹姆斯推上封面，并配上了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LeBron， 成为勒布朗·詹姆斯的重要性这样一个标题。这个名字致敬了奥斯卡·王尔德的经典戏剧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做真诚之人的重要性。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就陈列着这一本体育画报，还有一张 Nike Air Zoom Generation 的海报，以及一双詹姆斯亲签的 Zoom Generation 1。这双以悍马作为灵感的手袋签名鞋，由耐克的传奇设计师 Tinker Hatfield、Eric Ava、Aaron Cooper 共同设计。最终，身穿 Zoom Generation 1的勒布朗·詹姆斯得到27分、6个篮板、9次助攻，将他的首秀变成了一场盛大的开幕式。在之前的视频中，我详细介绍过这场比赛的前因后果。2004年洛杉矶全明星，身穿小麦色 Zoom Generation 1的勒布朗·詹姆斯为大家奉献了一场可能是 NBA 历史上最棒的一场新秀挑战赛。遗憾的是，新秀赛季詹姆斯落选了全明星正赛，他没能穿上耐克为他准备的全明星配色的 Zoom Generation 1。在之后的几年中，詹姆斯每一年都能完成新的突破。第2个赛季，詹姆斯首次入选全明星，但是骑士还是与季后赛无缘。第3个赛季，詹姆斯首次率队闯入季后赛，却在第2轮被东部豪强活塞队在抢七淘汰。
加入 NBA 的第4个赛季，首次率队杀入东部决赛的勒布朗·詹姆斯又一次碰上了底特律活塞队。系列赛前4场比赛，双方战至2比2平。天王山之战中，骑士与活塞战至双加时，詹姆斯在最后16分钟里几乎独自扛起全队进攻，贡献了全队30分钟的29分。整场比赛他出战50分钟，以 54.5% 的命中率得到48分、9个篮板、7次助攻。最终，骑士以4比2战胜活塞，而詹姆斯首次闯入 NBA 总决赛。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陈列着这本2004年的 Slam 杂志。这本 Slam 讲述了詹姆斯的第一次全明星经历。这双 S 级的 Air Force One New 6新6人出自于2007年。Air Force One 的25周年，詹姆斯与科比、卡特、帕克、小斯以及拉希德·华莱士一起组成了 Air Force One 的新6人。而这一张 We Are All Witness 的广告海报正是出自于2007年的季后赛期间。在那场著名的天王山之战后，耐克专门制作了一个电视广告，这个主题也一直贯穿了詹姆斯的职业生涯。而在这件 T 恤上，我们能看到一个自称 Motor King 汽车城皇帝的形象，他头戴着活塞与皇冠，这个符号象征着汽车城底特律的硬派工业文化以及重金属摇滚的街头文化。他说着 Scrap and Savage We Tear Pistons Apart， 他戴着印有勒布朗 logo 的发带。而在 T 恤的背面印着5辆被撞翻的汽车，汽车上的数字就是活塞首发5人的球衣号码。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 Motor King 他是谁。值得一提的是，汽车城现在的王牌球员，绰号 Motorcade 的凯德·卡尼安，儿时的偶像正是勒布朗·詹姆斯。It is my welcome to the NBA moment. Pinch me. I know I am in the NBA when I am on the court playing against blank. LeBron James. LeBron James. Just because, I mean, LeBron has been somebody I've been watching growing up. A lot of inspiration for me. I mean, he's been to the finals pretty much every year I can remember. So to be on the court with him, I mean, that's going to be special for sure. But 1968年4月4日，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惨遭暗杀。为了纪念他的贡献，每年1月的第3个周一被定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而从1986年开始 ，NBA 也会在此期间举办 MLK Day Games。2008年1月15日，詹姆斯在客场对阵灰熊的比赛中砍下51分、8个篮板、9次助攻的准三双，用自己的方式向马丁·路德·金送出了致敬。经历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仅获得铜牌的挫败之后，2008年美国在北京奥运会上组建了一支救赎之队。这支汇集了科比、詹姆斯、韦德等巨星的08梦之队获得金牌，完成救赎。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我们能看到一双詹姆斯奥运会穿着的镭射版本的 Nike Zoom LeBron 6 Witness Gold 配色。此外，还有这样一本以 Gold Rush 作为标题的 Slam 奥运特刊。Gold Rush 指的是19世纪美国西部的淘金热，而这支来到北京的梦巴队同样也是为了金牌而来。奥运会夺金之后的08至09赛季，詹姆斯以场均 28.4 分、7.6个篮板、7.24助攻的表现，率领骑士打出66胜16负的联盟最佳战绩。当赛季的 MVP 评选中，他收获了121张第一选票中的109张，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生涯首座 MVP 奖杯。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陈列着 LeBron 7 MVP 配色，而这件 MVP T 恤上的 logo 是最初版本的 Dunkman logo。在 House of King James 2楼所有的 T 恤上，我们都能看到勒布朗最初的个人 logo。这个 logo 已经离开了我们15年之久，相信 House of King James 的第一个篇章可以勾起很多老球迷对骑士 1.0 版本詹姆斯最初的回忆。2009至10赛季，詹姆斯再次蝉联 MVP， 但在季后赛中，骑士却败给凯尔特人，倒在季后赛次轮。在与骑士2年2000万美元合同到期之后，詹姆斯成为了一名自由球员，他的去向成为了休赛期最大的悬念。2010年7月8日，詹姆斯在 ESPN The Decision 决定这个节目上宣布了自己即将加盟热火的重磅消息。LeBron, what's your decision? In this fall, man, it's very tough. In this fall, I'm going to take my talents to South Beach and join the Miami Heat. 这引起了众多骑士球迷的强烈不满，他们走上街头，点燃了詹姆斯的23号球衣。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就有这样一件以点燃球衣作为主题的 T 恤，骑士的23号球衣被点燃，从中露出了热火的6号球衣。至此，詹姆斯的职业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受到了大量争议与非议，将天赋带到南海岸之后，热火三巨头还是迅速成为整个 NBA 最受关注的焦点。无论主场还是客场比赛，热火队的比赛一票难求，而他们也将比赛变成了一场秀。2010年12月6日对阵雄鹿的比赛中，詹姆斯与韦德完成了一记空接扣篮，这个瞬间被场边的摄影师 Maury Gash 捕捉，也就是日后人称的詹韦连线。于是2011年1月3日，在热火战胜山猫之后，詹姆斯为三巨头起了 Heatles 这样一个名字。
Heatles 这个词将迈阿密热火的 Heat 与传奇的披头士乐队的 Beatles 结合，是以披头士自居。2025年总决赛期间，哈利伯顿也用了 Heatles 这个词来代指三巨头时期的热火。That's pretty fire because, you know, well documented. I was a big Heat fan in that Heatles era. 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我们就能看到 Heatles 这个字样的装饰，还有一件形象、色彩与风格都致敬了披头士的 T 恤，以及一双热火客场配色的 LeBron 11。2011年季后赛，以披头士自居的热火一路打进总决赛。然而总决赛，他们出人意料的溃败，输给了德克诺维斯基所带领的独行侠。2012年季后赛，詹姆斯卷土重来，而他带领热火在东部决赛中再次遇到宿敌凯尔特人。主场输掉天王山之战后，客场作战的詹姆斯与热火只能背水一战。他贡献了死亡之瞳的名场面，在第6场得到45分，也将系列赛的悬念带回了迈阿密。比赛结束之后，失去理智的凯尔特人球迷直接将啤酒泼向了詹姆斯。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也有着一件记录着这个事件的 T 恤。凯尔特人的吉祥物 Lucky the Leprechaun 手持啤酒，将啤酒浇在了一座墓碑上，而墓碑的时间正是那场东决第6场的比赛日期。终于在抢七击败凯尔特人之后，詹姆斯再次站上了让他2度失利的总决赛舞台。在2011年之后，总决赛成为了詹姆斯的梦魇，但这一次詹姆斯没有让胜利溜走，他率领热火4比1声势横扫雷霆。在进入联盟9年后，他捧起了生涯首座总冠军奖杯，将梦魇变成了成真的美梦。You know,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for me. You know, and I've been putting in a lot of work to get to this point, and you know, I'm happy that this dream has become a reality. 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这件 T 恤就讲述了这一段故事。它的构图和灵感可能来自于 Meek Mill、Dreams and Nightmares 的专辑封面，以及同名歌曲中风格突变的 beats。夺冠之后的12至13赛季，热火连续第3年打进总决赛。面对6年前横扫自己的老对手马刺，詹姆斯率队鏖战7场，最终在主场完成卫冕。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摆放了设计灵感来自于迈阿密夜景的 LeBron Night Miami Nights、2012年总决赛上脚的 LeBron Night Elite、2013年总决赛上脚的 LeBron 10，以及一件南海岸配色的 Witness T 恤和一面热火2连冠的3角旗。卫冕成功后，詹姆斯迎来了新赛季挑战。不幸的是，在2014年2月对阵雷霆的比赛中，他遭遇了鼻骨骨折。仅仅7天之后，詹姆斯便在对阵尼克斯的比赛之中复出。他戴上了一个黑色的面具，砍下31分。随着 NBA 的一纸禁令，这个黑色面具与 Dark Knight LeBron 这个经典形象从此告别赛场。但是2天后，改戴透明面具的詹姆斯在对阵山猫的比赛中砍下了生涯最高分61分。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就陈列了这一件印有透明面具詹姆斯的 T 恤，还有那个只出现过1场的全黑碳纤维面具。在热火赢得2座总冠军后，2014年7月，詹姆斯跳出合同，并通过体育画报发布署名长文 I'm coming home， 我回家了，正式官宣重返克利夫兰骑士。彼时的克利夫兰已经连续50年没有夺得任何一座北美体育联盟的总冠军，而回归后的詹姆斯用2年时间打破了这一诅咒。他带领骑士连续2年闯入总决赛，第2年在面对常规赛豪取73胜的勇士时，在1比3落后的情况下逆转，赢得了骑士队史的首座总冠军。在抢七的最后时刻，詹姆斯用一记定板盖帽锁定胜局，也就是日后人们所熟知的 The Block。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就有一件纪念 The Block 印有 The Shot Blocker 盖帽者的 T 恤。在这件 T 恤旁边还有一块写着 King James Way 的路牌，这是詹姆斯的家乡阿克伦在他2016年夺冠之后专门为他重新命名的一条市中心街道。2018年初，詹姆斯公开批评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 Fox News 的主持人 Laura Ingraham 回应了詹姆斯的言论，希望他 shut up and dribble 闭上嘴好好打球。 Oh, and LeBron and Kevin, you're great players, but no one voted for you. Millions elected Trump to be their coach. So keep the political commentary to yourself, or as someone once said, shut up and dribble. 面对这个建议，詹姆斯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It lets me know that, you know, everything I've been saying is correct for her to have that type of reaction. But we will definitely not shut up and dribble. I would definitely not do that. 他提出了 More than an athlete 这个口号，这个口号贯穿了他之后的职业生涯。2018年休赛期，詹姆斯以 More than an athlete 为主题开启了中国行。其实早在2014年，詹姆斯就开始为社会事件发声。2014年，一名非裔美国人 Eric Garner 在被逮捕的过程中，遭到被明令禁止的锁喉动作，导致死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Eric Garner 不停重复了一句话 I can't breathe。
事情发生之后，詹姆斯、欧文、罗斯乃至整个 NBA 都开始在赛前热身时穿上印有 I Can't Breathe 字样的 T 恤进行声援。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就有2014年这一件 I Can't Breathe 的投篮服，以及一件 More Than an Athlete 的 T 恤。自从詹姆斯回归骑士开始，所有的东部球队都想在季后赛掀翻詹姆斯的统治。坐拥后场双枪的猛龙，在16年东决和17年次轮2次挑战骑士失败。17至18赛季，猛龙队豪取队史最佳的59胜，以东部第一的身份挺进季后赛。可就在外界给予厚望之时，他们却再一次被骑士横扫。其中最有希望赢下的第3场，被詹姆斯大半绝杀。季后赛连续3年败给骑士，让詹姆斯成为了多伦多球迷挥之不去的噩梦。有媒体甚至创造出 LeBronto 这个绰号，用来形容被 LeBron 统治的 Toronto。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有一件根据著名恐龙表情包所改编的 T 恤，记录了2018年的那场猛龙灭绝。2018年，33岁的詹姆斯来到洛杉矶湖人，之后的6年，他继续追逐巅峰，书写新的故事。2020年，在迪士尼园区赢得 NBA 总冠军；2022年，成为 NBA 圣诞大战历史得分王；2023年，超越贾巴尔，成为 NBA 历史总得分王；2024年，实现 NBA 首次父子同台，并且成为巴黎奥运会美国代表团的旗手。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都有相关的纪念品与收藏。最后，在 House of King James 中有这样一个手工打造的 23K 金皇冠，皇冠上用图案和数字向詹姆斯以及帮助他一起书写传奇的人表达了致敬。All hand done, hand hammered. Yeah, yeah. 一下一下敲出来。You take, bars of metal, you pour them, and then you lay it out flat, and you hammer. All of these little details done by hand. 当然，还有这双以皇冠作为灵感的 LeBron 23。在设计之初，设计师没有给詹姆斯看草图，而是直接给他看了这样一个塑像。So usually in design, we'll sketch. This time we sculpt it. S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form of art. We said, I said this. I said, a legend like you that has done such legendary things on court for the world, for people and humanity, deserve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So we're gonna actually build a piece of art, and that piece of art will become the icon of the 23. So we will do a sculpture first and give you the essence of what this is about. So we'll call this a form study. So we're at a point. 假设他是詹姆斯本人。Okay. So we're at a point. You can't see anything, right? And we were like, we're gonna show you something. We're gonna show you the 23, and we're gonna show how we started different. So we did this. And the first thing he did was 詹姆斯看到他们拿出这只鞋子这个模具给到他那一刻，他啥也没说，直接一个皇冠戴在头上。除了詹姆斯的23个故事 ，House of King James 的1楼还有一个詹姆斯中国档案馆。这双球鞋可能是很多朋友对詹姆斯初到中国的回忆。200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詹姆斯来到北京，参与了耐克的街头篮球赛事 Battleground 战地为王。而这双鞋面带有北京区号8610的 Zoom 2555北京，就是出自于战地为王。除了战地为王与 Zoom 2555，很多鞋迷也应该都记得20年前超限量的中国红3部曲，限量1000双的勒布朗3与勒布朗4中国红配色，配有红色的木质礼盒，而勒布朗5的中国红配色在鞋面上加入了之前没有的中国传统纹饰。在中国红3部曲之后，詹姆斯正代系列中国限定不再拘泥于红白配色，开始出现中秋、火焰、玉石、兵马俑等各种中国元素。在这个用青花瓷片与金箔制成的皇冠里，放着一双 LeBron 11 Low Rise 配色。Rise 这个名字来自于2014年开始的打出名堂，詹姆斯在其中亲自担任导师。在之前的第16个故事中，我们提到詹姆斯以 More Than an Athlete 为主题，开启了2018年的中国行。这双展出了 LeBron 17 More Than an Athlete 以及 LeBron Icon 都是那一次中国行的见证。除了球鞋之外，还有许多展出的照片与物件，都记录了詹姆斯一次次中国行的瞬间。9月4日晚上，勒布朗·詹姆斯本人也从 House of King James 中出现，走到球迷中间。23年过去，詹姆斯已经不是那个每次拍照都会摆出钻石手势的少年。人们对他的期待与评价一直在变，不变的是，他一直都在书写新的故事。他近23年的职业生涯，23双签名鞋，以及背后无数的故事，已经成为了 NBA 历史的一部分。而詹皇之家中23个詹姆斯的故事，不仅仅是詹姆斯本人的故事，也成为了詹姆斯球迷乃至 NBA 球迷的回忆与故事。